分家。小智，爷爷下葬还没7天，现在就分家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大哥，你家就生了个，趁早分出去，对大家都好。行，既然要分，怎么个分法？都听好了，咱李家祖宅还有10亩田都归我。至于大哥李成，就去村西头的牛棚住吧。什么？娘，都是一个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怎么就分个牛棚？嚷嚷什么？老二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我能做主。分个牛棚给你们遮风挡雨，已经很照顾了。娘说的对，大哥，牛棚挺好的，冬冷夏臭，跟你们这窝囊一家多般配。令家中外债300块，由大房李成一力承担，300块债务全归我。爷爷之前看病吃药，哪次不是我掏的钱？现在分家，一间牛棚300块债，你们觉得公平吗？二哥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大哥每个月都给耀文带东西，你们就这么对他？闭嘴！丫头片子就会吃白饭，你跟你哥一起滚！老二给李家生了儿子，是李家的功臣。李成娶的媳妇就生个丫头片子，没让他净身出户，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李成，这牛棚是你爷爷留给你的，你不要也得要，300块坏债也是你的。大哥，你那些钱都是给爷爷治病的，是你心甘情愿掏的。爷爷治病花了多少钱，我心里有数，有多少真正花在爷爷身上，我更清楚。既然是爷爷的遗言，这牛棚我要，算你识相，赶紧签了。不能签！你疯了吗？签了咱们就真没活路了。大人饿2顿也就算了，孩子怎么办？慧兰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打今儿起，你们就跟李家没关系了，赶紧搬吧。把门关上。爷，咱们以后真要住这儿了吗？这儿好臭。先吃点东西垫垫。慧兰，你跟珍珍和妞妞分着吃。我不饿，你吃。爹吃，妞妞不吃，妞妞不饿。大哥，我能干活，明天一早我就去山上挖野菜，咱们一定能好起来的。是，明天我就去赚钱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让你们住上大瓦房，顿顿吃白面馒头，谁欠咱们的，我一样一样讨回来。你们在这儿歇着，我去外面找点吃的，很快就回来。这么好的土，要是种地，庄稼肯定长得好。灵田空间，100倍生长，一经绑定，不可换主。这是爷爷临终前说把牛棚分给我，不是为了羞辱我，是为了给我这个。100倍生长，竟然是真的！这红薯吃了之后，我感觉力气在成倍增长。爷爷，您在天有灵，给孙子留了一条活路。您这份心意，孙子绝不辜负。原来那个破碗只是进入灵田的媒介，现在我只要在心里想一想，就能直接进入灵田空间。哟，真住上了，大哥，你们一家跟这牛棚还真是绝配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你说我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干什么？这牛棚已经分给我们了。分你们的是牛棚，又不是牛。这牛和骡子都是我的，让开！牛棚分给我，里面的东西就是我的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白纸黑字，你自己签的名，上面写的是一间牛棚，可没写牛和骡子。怎么想赖账？我去找村长评评理。算了，我现在有灵田空间，不能在这种无赖身上浪费时间。牵着牛和骡子赶紧滚蛋！
我的天，这才一晚上，竟然长了这么一大片，这么大，这比我脑袋还大，一个够吃好几天了。都停下，快停下！这些粗活以后都让我来。这么多，你从哪儿找来的？爹，你真棒，爹是大英雄。二哥，这红薯也太大了吧！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红薯。果然是灵田的功效，力气暴涨了不止1倍。我感觉现在单手就能撂倒一头野猪。娘，好吃，好甜。珍珍，你怎么不吃？大哥，我没胃口。多少吃一点，来，就1小口。哥，这红薯真好吃。慧兰，你也吃啊。阿成，我不怕挨饿，也不怕住牛棚，我就是怕这日子永远都没有盼头。慧兰，你听着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娘几个再也不会挨一顿饿。我会想办法赚钱，把这破牛窝变成大瓦房，把你和妞妞、珍珍都风风光光的接进去。爹吃了有力气，就能保护娘，保护姑姑，保护妞妞。好，爹吃，爹一定把你们保护的好好的。成哥，成哥，大牛，这一大早的你怎么来了？给，家里就剩这些了，别嫌弃。不行，现在打猎不容易，你家还有老娘要养，这饼你拿回去。跟我客气啥？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遭了难，我不帮你谁帮你？拿着。兄弟，这份情我记下了，家里还有吃的，你放心。赶紧回去吧，别耽误你上山。行，有啥事你招呼我，别一个人扛着。等我翻了身，第一个要报答的就是大牛。灵田里的红薯长得快，得想办法卖出去换钱。有粮食吗？我要买粮食。没有，我这只有山货。你要买粮食去粮站。粮站早卖光了，我跑了一早上都没买到。大妈，你要买粮食？是啊，小伙子，你有粮食？我这儿有红薯，2毛钱1斤，您看看。哎呀，你这红薯咋这么大个？我活了60多岁，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红薯。这些我全要了，你称多少斤？10块钱够不够？够了，多谢大妈。小伙子，你这红薯还有吗？什么时候还来3天后，我要是有时间就再来。那感情好，我就在前面那条街住。我们厂里好些姐妹都愁买不到粮食，你这红薯要是还有，到时候带来，我帮你招呼他们来买。行，咱说定了，3天后我还在这儿等您。既然灵田空间能种菜，那是不是也能放活物？大爷，拿2只鸡崽子。这红薯根本吃不完，先把这2个鸡崽子放在这儿，晚上再来看情况。爹回来了。妞妞乖，爹给你买糖了。糖？妈，你看，爹给我买糖了。你哪来这么多东西？哪来这么多钱？今天进城把红薯卖了，换了点钱。红薯？那些红薯能卖这么多钱？能，不光能卖钱，还跟一个大妈定好了，3天后再去，她帮咱们多卖。今天1人1个鸡蛋，补身子。有糖吃，有鸡蛋吃，爹最好了。二哥，
咱们真的能好起来了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得进空间看看。这灵田也太神奇了，不仅能种红薯，连活物都是100倍生长，这不发财了吗？1、2、3，哎呀，根本数不清啊！娘，家里粮食快见底了，米缸就剩一层底子，撑不了几天了。是啊，娘，眼看就要断顿了。我们家耀祖天天闹着吃肉，得想个法子弄粮食啊。珍珍那丫头也到了嫁人的岁数了。爹的意思是，隔壁村的吴友军前阵子死了老婆，托人来说过媒，他肯出200块彩礼。200块，够买多少粮食了？可是珍珍那丫头倔得很，怕是不肯。一个丫头片子，哪还轮到她肯不肯？嫁出去还少张嘴吃饭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，现在就去牛棚，把那丫头给我带回来。是。爹，这红糖水真好喝，鸡蛋也好吃。李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别怕，红糖还有鸡蛋，这日子过得比咱们还滋润呢。大哥，分家的时候你们穷的叮当响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偷的？我难道就不能是自己买的吗？你拿什么买？肯定是分家偷藏了家里的钱。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够了！你们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这些东西跟你们没关系。大半夜闯我家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是来带珍珍回去的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带珍珍走。我已经收了吴家的彩礼了，珍珍也到了年纪，该嫁人了。隔壁村的吴友军家里有地有牲口，嫁过去不亏他。吴友军，他比我还大10几岁，都快50的人了。你们要把珍珍嫁给那种人？不答应？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被赶出门的东西有什么资格不答应？咱娘生了你养了你，她是你亲娘。大哥，你连娘的话都不听，你这是大不孝。娘，您是我的亲娘，珍珍也是您的亲闺女。为了200块彩礼就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，您配做这个娘吗？你反了天了！敢这么跟你娘说话？钱都收了，今天不走也得走！我不走，我不嫁给那个娘，我是你亲闺女啊！别碰她！放手，别碰我媳妇儿！李成，你敢跟娘动手，反了你了！你说我不孝顺母亲，要教训我。李治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动我家人一根手指头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李成说到做到。反了天了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……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从今往后，谁再敢踏进我家门半步，别怪我李成不客气。妞妞，不怕，坏人被爹赶走了。爹，他们要抓姑姑。不怕不怕，爹在这儿，谁也别想抓走姑姑，谁也别想欺负妞妞。看，爹给你变个鸡蛋，不哭了，等会儿爹给你冲红糖水喝，好不好？你没受伤吧？李治刚才那一拳……没事儿，他那点力气，挠痒痒我都嫌轻。大哥，我不想嫁人，我不想嫁给那个吴友军。珍珍，有大哥在，谁也别想把你往火坑里推。娘收了彩礼，让她自己嫁去。李成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吃了你带回来的红薯，我和珍珍的身子好了很多？
对，我以前总觉得没力气，走2步就喘，这2天挑水劈柴，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犯晕了。那个药都好几天没喝，也没觉得不舒服。灵田种出来的红薯，不仅能让我的力气暴涨，对普通人的身体也有好处。灵田能种红薯，就能种别的东西。如果能上山找到药材种在灵田里，拿去药铺卖，肯定能换更多钱。小兰，你带妞妞和珍珍早点睡，我明天上山一趟。上山？上山干什么？找点东西，咱们家的好日子才刚开头。这座山上药材不少，要是能找到几味值钱的药材种进灵田里，用100倍生长催出来，就能卖上大价钱了。这是人参，正宗的野山参，就算个头不大，拿去药铺也能卖出好价钱。得想个办法，把鸡卖出去换钱。100倍生长，这人参种下去会长成什么样？先让它在灵田里长几天，补身子的东西，家里人也该吃一点。成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家里又出事了？大牛，这些给你，我来求你一件事。求什么求？有事你直说。这鸡和红薯太珍贵了，你赶紧拿回去，省得李家人看见了又找你麻烦。我想跟你借把弓，上山打猎用。你要是不收，我就不找你借了。咱俩这么好的兄弟，来，先进屋。这把是我平时用的，趁手，你试试。大牛，那把弓是谁的？那把，那是我太爷爷用过的弓。他走了以后，这弓就再没人能拉开了。我就要这把。你说啥？成哥，这把弓没一把子牛力气，根本拉不开。你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你成哥自有妙计，这把弓借我使使。行，你拿去吧。不过山上危险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100倍生长，连人参也能这样长。爷爷，您留给孙子的这东西简直是神物啊！珍珍，这个给你。大哥，这是人参，这么大的参，成哥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山上挖的，运气好，碰上了。这参也太大了，得值多少钱啊？大哥，这个你拿去卖了吧，能换好多钱。对，卖了，咱吃不起，卖了换钱，给你和妞妞买吃的。不用，人参不止这一个，放心吃。背篓里有2只鸡，晚上和人参一起炖，你们仨都补身子。人参还能一次挖到好几个。还有鸡，晚上能喝鸡汤啦！爹，你是不是把山里的宝贝全找到了？你爹运气好，山神爷爷给面子。是野猪，还新鲜呢，就在附近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去你的！帮我挡着他！李治，你真是够不熟。不好，野猪过来了！糟了，没射中要害，快跑！我能挡住。先走。成哥！这野猪至少400斤，你一下子就给掀翻，然后一拳就打死了。以前别说打野猪了，见了野猪跑都来不及。这灵田种出来的东西真不一般，血腥味会招来野兽，咱们赶紧走。一只手就能拖得动野猪，你这力气真是神了！什么时候教教我？是猪崽子，咱先带回去吧。
猪，你没事吧？伤着哪儿没有？没事没事，连皮都没擦破。你吓死我了！小兰，你看，我现在别说打野猪了，打死老虎都不成问题。你以后别去招惹这种东西了，行不行？好，以后不打野猪了。但这头既然打了，就不能浪费。我先砍条猪腿，剩下的拉到集上卖了，换钱给你们做新衣裳。成哥，这能行吗？咱也没个招牌，谁会来买？等着。哎呦，这什么味儿？香死个人了！小伙子，你这是卖啥呢？野猪肉，山上打的，您尝尝，不买也没关系。老天爷，这野猪肉怎么这么香？一点都不柴，肥的也不腻。你们快来尝尝，这肉绝了！好肉，入口即化，汁水足。这野猪怎么打的？山上打的，400斤的野猪。400斤，好家伙，这肉真不是一般猪肉能比的。给我来1斤，我要2斤，多起点肥的。骨头呢？骨头卖不卖？我媳妇儿坐月子，正缺骨头熬汤。别急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各位听我说，这野猪肉1斤按普通猪肉3倍价。您觉得值就买，觉得贵就不买，绝不强求。3倍价，值！这肉3倍价我都觉得便宜了，给我来5斤。我也要5斤，我家老头子半年没吃过好肉了。这骨头熬汤肯定大补，下回还有吗？有，下回我再来，您认准这个摊位。陈哥，你猜多少？多少？盯我打1年列赚的，不，比1年还多。你的？不是这么多，我哪好意思，我就帮着收个钱烧个火。拿着，这钱是你该得的。成哥，你收摊了，还有正事。小伙子，别走，可算让我找着你了，可算堵着你了。上回说3天后再来，我在这等了你1上午。你今天带红薯了吗？带了500斤。姐妹们，就是他，我说的那个红薯就是他的。我的乖乖，这红薯是吃啥长大的？成精了吧？这一个顶别人地里3、4个了，给我来30斤。我要20斤，上次尝了一口，快馋死了。先给我留50斤，上回那个我拿回家，我家老头子念叨了3天。小伙子，我是县食品厂的采购主任，我姓周。你这红薯从哪儿进的？自己种的。自己种的？什么品种？用的什么肥料？地好，水好，种子好，没别的。我干采购10几年了，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红薯，生吃都这么甜，煮熟了我都不敢想。县食品厂每月需要800斤红薯，我的权限能给你高出市场40%的价格，签不签？高出市场40%，800斤，你能做主？你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李成同志，合作愉快。3天后送第1批，送到县食品厂，找我就行。合作愉快。3天后800斤红薯，一个不差。大牛，你先回去，我还得去趟种子站买点东西。行，成哥，你有事随时喊我。
我的天，我就顺手放进去2个小野猪，怎么就这么多了？这灵田空间太牛了！白菜萝卜最家常，秋天菜少，这时候拉出去卖，城里人见着这么大个的，不抢才怪。甜，比红薯还甜。这么多，卖野猪肉的钱加上这个，县食品厂每月800斤红薯，800斤，咱们哪来那么多红薯？我有办法。你男人现在有本事了，你就别操这个心了。这得是多少钱啊！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娘，咱家是不是有钱啦？有钱了，咱家有钱了。二哥，你真的做到你说的了？这才刚开始。我去给你热饭。不用，我不饿。你们吃了没？等你呢。妞妞说要等爹回来一起吃。行，吃饭。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。成哥，今天又拉啥去卖？这白菜萝卜，昨天你买的种子，今天就长这么大了。成哥，你变戏法的？别问，上车走。哎呦，这白菜怎么这么大？萝卜赶上我胳膊粗了，这是啥品种？好家伙，这一颗够我家吃3天的，怎么卖？比市价便宜，按颗卖，不称斤。我要5颗白菜，萝卜给我留10个。成哥，今天卖出赚了100呢。不要，昨天才拿了那么多。昨天是昨天的，今天是今天的，拿着。成哥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大牛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你是我第一个服的。行了，别煽情了，赶紧回去看婶儿。又买肉，前2天不是才吃过？娘，这是我这些天挣的。你干啥了？挣这么多？大牛，你可不能干违法的事儿。娘，我跟着成哥干，正正经经做生意挣的。成哥说了，以后还带着我干，挣的只会比这更多。李成那孩子从小就是个好孩子，他遭了难你还帮他，娘不拦你，跟着他好好干。娘，好香好香，能吃了没有？马上，等你爹回来。我回来了。爹，娘炖了大肉。那咱们开饭。娘，这个粉条比糖还好吃。珍珍，咋了？不舒服？我从来没想过能天天吃猪肉。以前在李家吃肉要等过年，我和大哥从来分不到肥肉，全是骨头和筋。大哥把肉渣让给我，自己啃骨头。奶奶还骂我。珍珍，不哭了，以前的日子过去了，现在咱们是一家人，没人再骂你了。珍珍，你看着我，以后这个家里，你想吃多少肉吃多少肉，没人能再让你受一丁点委屈。以前他们欠你的，大哥早晚替你讨回来。姑姑不哭，妞妞的肉肉分你一半。妞妞以后有好吃的都给姑姑留一半。妞妞乖，姑姑不哭了。
多吃点儿，锅里还有大半锅呢，吃不完明天接着吃。姑姑，给你。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李成前2天在山上打死了一头野猪，400多斤呢。吹吧你！李成，就他分家时候被赶去住牛屋的那个，他那身板打野猪，野猪打他还差不多。谁吹了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李成一只手拖着野猪下山，跟拎小鸡儿似的。我也听说了，这几天李成老往集市上跑，又是卖野猪肉，又是卖菜，听说挣了不少钱。爹娘，咱村里都传遍了，李成拖着头野猪下山，那头野猪我也出了力的，不能李成一个人独吞。李成能打死400斤的野猪，一只手拖着走，就他那身板，能有这本事？李成从小力气就一般，说他单手拖野猪，谁信？8成是野猪自己跑太快，撞树上撞死了，让他捡了个大便宜。就算是捡便宜，那也该归李家。那可是一整头野猪，好几百斤肉，咱们家粮食都快吃完了，这么大一头猪够吃多久？还能拿去卖？对，李成虽然分了家，但他还是娘的亲儿子吧？他打了野猪，就该孝顺爹娘，把肉拿到咱家来。是该好好说道说道。老二虽然分出去了，可他还是李家的种，有了东西当然得先紧着家里。你们这就去牛棚把野猪给我弄过来。小丫头片子，让开，没你的事儿。不许吃我家红薯，这是爹挖的。滚开！你家红薯怎么了？我是你叔，吃你2口东西怎么了？野猪肉呢？那头野猪呢？藏哪儿了？住手！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给我出去！你们再不走，我喊人了。肉呢？李成把肉藏哪儿了？算了，没有野猪肉也行。珍珍，跟我走，娘已经给你定了亲，吴家那边催着呢。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收拾收拾嫁过去。我不去，你别过来！你敢碰他，你动他一下试试。今天买了米面油盐，给家里包顿饺子吃。妞妞！一个留着你也是浪费粮食，赶紧跟我回去，吴家的花轿明天就来。不要带走姑姑！我不嫁，我死都不嫁！二哥回来不会放过你的。李成，他现在在哪儿呢？等他回来，你早就上了花轿了。放开！哟，大哥回来了，正好你来了也没用，娘已经收了吴家的彩礼，珍珍今天必须。你放我下来！我说了，谁再敢动我家人一根手指头，我打断他的腿。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妞妞不哭，爹回来了。爹，二叔坏，他抓姑姑。不怕，爹在这儿，谁也抓不走姑姑。你别过来，我是你弟弟。弟弟，你推我去挡野猪的时候，你闯进我家抢人打孩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我是你哥？回去告诉娘，珍珍的婚事，他们说了不算，谁收的彩礼，谁自己嫁过去。还有，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谁再踏进这个院子半步，打断腿，绝不含糊。我说到做到。你等着，我回去告诉奶奶。你等着。李成，咱们惹上大麻烦了。娘收了吴家的彩礼，吴家肯定会善罢甘休。咱们惹不起他们。慧兰，你看着我，吴家也好，李家也好，谁来我也不怕。你看看你男人，400斤的野猪我都能打死，你觉得我会怕一个吴有军？可是他们有事，咱们什么都没有。谁说的？咱们有这个家，有你，有妞妞，有珍珍，咱们还有这个。今天的菜卖了好价钱，够咱们吃用一阵子的。明天我再去卖红薯，后天我上山再打猎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你信我？我信你，我一直都信你。妞妞看，爹给你带了什么？好，爹最好了，
真真，你也吃，吃了就不怕了。哥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回来的及时，说什么谢？我是你亲哥。今天这一闹，李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吴家那边也是个隐患，我得变得更强才行。小李来了，今天送多少？800斤。周姐，今天的红薯比上次更大，您先看一眼。这是红薯，怎么比西瓜还大？周姐，我干了8年质检，没见过这种品相。这个头，这皮色，要不请主任来看看？快去！等等，周姐，这红薯从哪儿进的？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小李，上回厂长尝了他的红薯，让签长期合同的。哼，就他一个种地的，能种出什么好玩意儿？这红薯大的离谱，一看就是打了什么不该打的药。咱们食品厂是给老百姓做吃的，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收。王主任，我这红薯是自己种的，没用过任何不该用的东西，您可以拿去化验。化验？你知道化验要多少钱？我干采购20年了，什么货没见过？这红薯品相不正常，我说不能收就不能收。王主任，厂长上次说……厂长说什么？质检归我管，我说不合格就是不合格。再说，咱们厂的红薯供应一直是我小舅子在做，人家供了5、6年了，品质稳定，价格也公道。你说换就换，你让人家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？把你的红薯拉回去，食品厂不要。王主任，您说我的红薯有问题，那我问一句，您尝过吗？我不用尝，看看就知道。王主任，你说不用尝就知道。厂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真不知道咱们厂采购有这么多弯弯绕绕。你小舅子供货，你跟我说是正规供应商，以次充好，吃里扒外。王主任，你这主任当的真可以啊！厂长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你现在就去财务科结工资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上次签的意向书800斤不够，我要4000斤，价格翻倍。以后厂里所有红薯原料全部用你的，现在就签正式合同。多谢厂长。每月4000斤，单价翻倍，货到付款，期限2年。你的品牌成绩可以在我们产品包装上并列展示。没有要改的。你那菜我看也不差。供销社刘主任跟我打交道多年，我帮你引荐一下。供销社走货量大，比你自己在市场摆摊强。那太好了，多谢厂长。你就是李成吧？老郑前2天打电话，把你夸得跟什么似的，今天可算见着真人了。刘主任客气，郑厂长让我来问问供销社这边要不要蔬菜。要，不过我得先看看货。这品相，怪不得老郑那么激动。你先送一批过来试卖，卖得好，咱们再定长期。行，过2天我送第一批来。现在生意越做越大，肯定会有人怀疑东西的来历。我把后山的地包下来，把零田土掺进去种菜，正好掩人耳目。李成，你来干什么？村长，我想承包后山那片地。后山？那片荒了多少年了？你要承包？你知道承包费1年多少吗？您说个数。1年100块，30年3000块，你拿得出来？够不够？李成，你这买卖是真做大了。好，好，承包费1年100块，30年，山林出产归承包方，但你不能砍山上的大树，只能种新的。我知道。你看看，没问题就签字。李成，上次的白菜、萝卜种子用完了，今天要点啥？白菜种子10袋，萝卜10袋，菠菜5袋，韭菜5袋，黄瓜5袋，西红柿5袋。你这是要种多少地？地绝对够用。种子还有吗？有，我给你凑。还要别的吗？有没有药材种子？药材？你要种药材？想试试。我这儿倒是有几袋3期种子，进了大半年没人买，半价给你。另外还有几包枸杞干，你要的话拿回去试试育苗。
当归和黄芪，你得去省城药材市场买种苗。行，枸杞先给我，省城我改天去一趟。当归、黄芪、枸杞，加上山上挖的人参和灵芝，泡药酒的材料齐了。现在先去药铺把灵芝卖了换钱。买药还是卖药？卖药材。就这么点儿，小伙子，你是来逗我玩呢？我这铺子一天经手上100斤药材，你这3瓜2枣的，我收了都不够麻烦的。掌柜的，卖药材全是山里挖的灵芝，你看看。不错不错，这批货量足，我全收了。行了行了，把你的东西收起来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等等，小伙子，你这布包里装的什么？让我看看。金文子之，我今年64，从学徒起跟药材打了一辈子交道。金文子之，我只师傅的医书上见过图，我师傅都没见过真的。这是啥玩意儿？灵芝能有这么大？假的吧？你不识货就别说话。这是金文子之，100株普通灵芝也换不来1株。小伙子，刚才是我眼拙了。这样，这灵芝我出1株500，3株1500，人参和3七也收了，价格好商量。你卖给我，现在就给你拿钱。1株500，确实不贵。不过小伙子，你可以拿到省城去卖，能卖更高。您识货又公道，3株灵芝就卖给您吧。小伙子，别呀！我给你1株550，3株我全要了。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不用了，药材这东西不光看品相，还得看人品。孙掌柜，咱们现在就成交。小伙子有骨气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以后有好药材先给我看，我给你牵线省城的药行。1500，你点点。不用点。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样？3株灵芝卖了1500。多少？1500。行的孙掌柜说那是金文子之，他这辈子头一回见。加上食品厂的合同，咱们现在有多少？够盖新房了，不光够盖新房，还能把生意再做大一圈。爹，咱家是不是万元户啦？是啦，以后妞妞想吃啥，爹就给买啥。黑土种粮食蔬菜，红土专种药材。左边养鸡和猪，中间种红薯蔬菜，右边留着以后种水果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成哥，这灵芝拿到药铺能卖好几百1支，你真要拿来泡酒？泡出来的酒比单卖药材值钱。这得泡多久？3天就够。什么味道？成哥，光闻着就觉得浑身舒坦。尝尝。成哥，我这2天搬货腰背酸疼，刚才那口酒下去，腰上暖乎乎的，不疼了。多喝点，对你有好处。一会儿拿1坛回去。成哥，我喝完不光腰不疼了，浑身都有劲儿了。这酒你要是拿去卖，有多少卖多少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药酒，自己泡的，想让您试试。我这腰做了20年办公室，没一天不酸。刚才2口酒下去，腰上暖烘烘的。自家种的灵芝和人参泡的。你1个月能做多少？最多100斤，1斤5块。5块？普通药酒1块钱1斤。不贵，成绩药酒第1批50斤，每斤5块。明天能送来吗？能。
你就是李成吧？孙掌柜前2天专门过来了一趟，把你那人参和3七夸得跟宝贝似的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赵经理客气，今天带了自家泡的药酒。人参不是普通的人参，还有灵芝，你这酒普通白酒泡不出来。你这个酒一口下去就能感觉到药劲在走，我们公司要这个货，你每月能供多少？总共每月100斤，供销社刚定了50斤，剩下的50斤可以给你们。行，50斤，每月都要。你们想想，李成打的那头野猪400多斤，拉去县城卖了好几百块，1分都没给村里，人家凭本事打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？那野猪是在后山打的，后山是咱村集体的地，凭什么都让他一个人独吞？那是好几百块呀，咱们干1年也挣不了那么多。他李成现在生意做着，咱们连口肉汤都喝不上，这公平吗？真挣了好几百，千真万确，这钱该分给咱们全村人。赶紧回家拿碗拿盆，去李成那儿分肉。李志，野猪追着你跑的时候，是谁救的你？你推李成去挡野猪，自己跑了。今天还有脸去人家门口要肉，那是2码事儿。后山是集体的，野猪就该归集体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来分肉的。大哥打的那头野猪是在后山打，后山是集体的，野猪肉该分给全村人。你们讲不讲理？那野猪是我家男人凭本事打的，你们凭什么来分肉？凭后山是集体的。干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李志，又是你！上次在山上推成哥去挡野猪的事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又来闹！大牛，你少在这逞英雄！成哥已经跟村里签了承包合同，30年承包权，3年出产归承包方，你们谁不服？去村委会看合同。各位乡亲，既然来了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第一，后山那片黄山我已经承包了，这是承包合同，上面有村长的签字和村委会的公章。第二，那头野猪是在我承包的山林里打到的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山林出产归承包方所有。第三，李志，那天在山上你被野猪追得连滚带爬，一把把我推出去挡野猪，大牛亲眼所见。我作证，那头野猪是成哥打死的。李志，大牛说的是真的？他胡说！城是咱看着长大的，分家被赶去住牛棚，凭自己的力气赚钱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。你们呢？听李志几句屁话就端着碗来闹，丢不丢人？李成，对不住，我们是被李志忽悠了。各位乡亲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，散了吧。站住！李志，你今天搅这么大动静，一句话不说就想走？李成，你的头！我吃了那么多林田里种出来的东西，身体就像铜墙铁壁一样。你推我去挡野猪，我没时间跟你算账。你今天煽动全村人来我家闹，我也没跟你动手。你拿铁锹拍我的脑袋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！大牛，把他拖出去，以后再敢来，我就打断他另一根。各位都看见了，李志拿铁锹打我的头，铁锹头都打弯了。要不是我命硬，今天死在这儿的就是我。打得好，铁锹都打弯了，这是要杀人，打断一条腿是轻的。真的连皮都没破，铁锹头都打弯了，你的头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我吃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些红薯、白菜还有灵芝，吃了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硬。以前打野猪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力气大了不止1倍。今天铁锹拍上来，我根本没感觉到疼。以后会不会留下内伤？不会，我现在这身子骨，别说铁锹，斧头劈上来也不一定有事。你打断了李志的腿，李家那边会不会去报复？李志不敢，就算来了，我也不怕他。爹，你头疼不疼？不疼，爹的头硬得很，以后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
用剩下的灵芝末和人参须子，加了些蜂蜡和香油，熬了点润肤膏。你冬天手容易裂，试试。这比供销社卖的雪花膏好用多了。好用就多做几罐，放供销社代卖试试。可算抢到了！上回我买了1瓶，我家老头子疼了10年的腰居然不疼了。大娘，你拿了2瓶了，后面还排着队呢。我不管，我排了3天才排到。刘主任，我妈膝盖疼了5年，上回买了1瓶，现在能自己下楼买菜了，你们能不能多供一点？大家别急，今天只有30瓶，每人限供1瓶。我这把年纪了，你还能把我撵出去？劳驾，这个地址怎么走？这地方在县里，不在省城，你得坐长途汽车。县里？县里的菜怎么能卖到省城供销社来？成哥，外面来了个人，说是省城聚贤楼的采购经理，指明要找你。这白菜就这么种在地里？不种在地里，种在哪儿？生吃是甜的。我在聚贤楼干了5年采购，经手的白菜少说几万斤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白菜。萝卜生吃也不辣，你这菜怎么种的？祖传的土法子。我是省城聚贤楼的采购经理，姓万。上个月在供销社买了一批成记的菜，后厨用了都说好。东家让我找到供货的人，就一路打听过来了。供销社刘主任一个劲儿夸你，说你人实在，货更好。聚贤楼是省城最大的酒楼，每天光蔬菜就要用上百斤。我想跟你签长期供货合同，蔬菜每月2000斤，肉如果有的话，每月500斤，价格按省城市场价上缝1成。能签。这药酒光闻味道就知道料足，这酒不光能喝，做菜放1两，肉味提鲜去腥。市面上买的药酒都不行，你这个不一样。药酒我也要，每月50斤，价格跟你的零售价一样，我不还价。食品厂、供销社、药材公司、糖，现在又加上tiền楼，成哥，咱们1个月的货得上万斤了吧？差不多，骡车一趟拉不了那么多，得买拖拉机。拖拉机那玩意儿可贵，2000块，去农机站。师傅，这拖拉机怎么卖？2200一台。买1台，现在能提车吗？小伙子，2200可不是小数目。你哪个村的？成记的李成。成记？那个做药酒的成记？我婆娘上个月抢了2瓶，喝了说腿不疼了。你就是那个李成？是我。我给你挑台最好的，这台刚出厂，发动机我亲自调过，马力足，省油，2000块，给你抹个零。以后药酒能不能给我留2瓶？当然行。今天聚贤楼的合同签了，加上食品厂、供销社、药材公司，1个月上万斤货。成哥，你说咱们这小买卖怎么就越做越大了？因为东西好，别人的菜卖不出去，咱们的菜供不上卖。孙婶跟我说，供销社里咱们那润肤膏卖的可好了，咱娘也在巷口看了眼，没贵。不提他们。抽空我去山上果园看看，赵工头说树坑挖好了，该种树苗了。娘，你猜我今天看见什么了？李成买了辆拖拉机。拖拉机？那得多少钱？少说2000块。李成在供销社1瓶药酒卖5块钱，普通药酒才1块钱，柜台上一摆上去就抢光。刘主任还给李成专门设了个成记专柜，5块钱1瓶，不就是拿药材泡酒吗？谁不会？就是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弄几味药材往酒里一丢，封几天坛子不就行了？李成能泡，我就能泡。
他卖5块，我卖3块，是这个理。老二比他机灵多了。可是泡药酒得用不少药材吧，还得买酒，咱们家哪有钱？镇上不是有个放贷的吗？先借点本钱，等药酒卖了马上还。放贷的利息可不低。怕什么？李成的破酒都能卖5块，我的酒卖3块，还怕没人抢？到时候不光能还上贷，咱们家也买拖拉机。说得好，老二有志气。您要些什么药材？人参、灵芝、枸杞、当归、黄芪，各来点，不用太好的，能用就行。您这是泡药酒，药材这东西1分钱1分货，用次货泡酒，药性出不来。少废话，你就说有没有便宜的吧。这些是品相次一点的，价格便宜，但话说在前头，泡出来的药酒跟正经药材泡的不能比，能省就省。算账吧，总共48块。你这比例对不对啊？李成那个酒我闻过，药味没那么冲。你懂什么？药材放得多才有效果。等着吧，3天以后开坛，咱们家的药酒比他的好100倍。成哥，这省城药材街真气派，比咱们县城大了10倍不止。这么多药行，咱们找哪家？孙掌柜上次说他在省城堂总号有熟人，让我到了直接找他师兄。先去找人吧。师兄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李成。老张，你说的小伙子就是他，看着20出头吧，能种出金纹子枝。你看了东西再说。这灵芝，你在哪儿采的？不是采的，种的。种的？金纹子枝能种？当然能。老张，你说他上次给了你3株，你怎么收的？1株500，不贵。这3株，1株800，3株2400。但我有个条件，以后你有这个品相的灵芝，优先送省城堂。县城老张那边你继续供，品相可以稍微降一点。省城这边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师兄，你当着我的面挖墙脚了。不过师兄说的对，金纹子枝在省城才能卖出该有的价。我那小铺子500就是顶天了，师兄这边客源不一样。行，以后品相最好的送省城堂，次一档的给孙掌柜。爽快。钱经理，你合同长期供货，品相标准按今天这批，价格按品相浮动。以后李成送来的货不用验，直接入库。大掌柜，咱们堂的规矩是药材入库必须验货。我破个例，他送来的货不用验，验也是白验。这种品相验什么？对了，百草堂的周东家跟我是几10年的老交情，你这金纹子枝，改天我把他叫来，你们认识认识。多谢陈掌柜。爹娘，看好了，今天开坛。好，比李成那个好，药劲儿足。这味道怎么这么苦？跟李成那个不一样啊！你那是心理作用，这就是正经药酒。药酒嘛，苦才有效果。李成那个太甜了，肯定偷工减料了。咱们这个货真价实。拿到公交社去卖吧，咱们卖3块，不怕没人抢。你找谁？找你们刘主任，我来谈生意的。什么生意？药酒，跟李成那个一样的，不过我这个更实惠，1斤只要3块钱。你这酒药材品相不行，泡的时间也不对，药和酒没融到一块儿，跟李成的差远了，我们不收。怎么就不收了？我这儿也有灵芝人参，他卖5块，你们抢着要，我卖3块，你们不要。东西不一样。还有，我们供销社现在药酒只跟成记合作，你找别家吧。怎么了？是药材不够？掌柜的，我这药酒泡好了，你看看能不能在你铺子里卖，1斤3块钱。你这酒用的是我上次卖给你的那批次等货吧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次货泡出来的酒品相不行，收不了。你再看看，
客官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这酒别说3块，1块钱都没人要，你拿次等货糊弄，泡出来就是垃圾，搞不好要喝死人的。哼，山猪吃不了细糠，我看你就是不识货。大哥，买药酒吗？自家泡的，便宜，3块钱1斤。你这什么东西，臭烘烘的，拿走拿走。大娘，药酒要吗？治腰疼腿疼。我买就买成剂的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3块钱1斤，真能治病？能，腰疼腿疼都能治，喝了立马见效。那给我来半斤，我试试。好嘞。药酒，好药酒，3块钱1斤，便宜的很。你卖的什么药酒？我喝了上吐下泻了1宿，今天早上一照镜子，脸都青了。你这是毒药啊！赔钱，赔我医药费，不赔我就去告你。这不是李成的弟弟吗？学人家泡药酒，结果泡出毒药来了。人家李成的药酒5块钱1瓶，抢都抢不到，他这破玩意儿白送都没人要。你胡说！我药酒没问题，肯定是你吃坏别的东西了。我才就喝了你这破酒，别的啥也没吃。你今天必须赔我医药费。李治真不是，他泡的药酒要害人命啊！幸亏我没买。李治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爹喝你的破酒住了3天卫生院，医药费28块。今天不给钱，就把你家搬空。你们这是讹人！我儿子泡的酒没问题，是你们自己身子不好。放屁！大夫都说了，是药酒里的药材有问题，那灵芝都发霉了。你们这是拿人命开玩笑！你们这是明抢！我要去公社让人主持公道。告！你儿子卖假药害人，你还有理了？要不要我现在就去县里让你儿子蹲班藏？李治，借据白纸黑字50块，借了1个月。利滚利，现在总共欠100块。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拿东西抵。家里东西刚被人搬空了，哪还有东西抵？那就拿房子抵，够不够100块？不行，房子不能抵，那是我们家的祖宅。把屋里剩下的东西全搬走，不够的用房子抵。3天之内搬出去，3天后我们来收房。借50还100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谁让他想学李成泡药酒呢？人家李成的灵芝跟脸盆一样大，他用的啥？发霉的碎渣子，能卖出去才怪。当年他们把李成赶到牛棚里住，如今自己被人赶出了祖宅，抱怨。成哥，你猜今天村里出啥事儿了？李治泡的那药酒把人喝进卫生院了，人家堵门要赔偿，把李治家都搬空了，然后放贷的也来了，说3天不搬就收房。李治也真敢，买的全是次货，1块钱都没人要，还敢在大街上忽悠人买。这下好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他不该动这个心思，药酒不是把药材往酒里一丢就能成的。你说李治会不会来找你借钱？来了也不借。李成，你开门！你弟弟要被人逼死了，你管不管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李成，你弟弟欠了100块高利贷，放贷的要把房子收走，你1个月挣好几千，100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你借给我们，等我们缓过来就还你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帮我一回，就一回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分家的时候你们给了我什么？一间牛棚，300块外债，连锅都没给我留一口。我在牛棚里啃红薯的时候，你们谁来看过我一眼？那是你活该！谁让你不听话？可现在你娘要被人赶出家门了，你管不管？村里困难户，我逢年过节都会送东西，但你不在其中。你个白眼狼！你们会不会再来？让他们来，来多少次都是一样的话。李家的债他们自己还，跟我没关系。李老板，树坑按你说的挖好了，50亩，2000个坑。你这果园打算种什么？苹果、梨、桃子一样种一些。另外后山南坡那片，我打算种药材。
李成，听说你要雇人种果树，一天多少钱？1天1块，中午管1顿饭。1天1块，你也太抠了吧！人家去县城干活，一天能挣1块5呢，你挣那么多钱，给乡亲们开这么点工钱，好意思？就是，李成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怎么还这么小气？1块钱，谁给你干啊？李成，我来，1块就1块，我信你。上回你让大牛给我家送红薯，我娘念叨了好几天，跟着你干，我心里踏实。李成，我们也来，你在村里什么口碑我们都知道，帮你干活，你不会亏待我们。行，愿意干的留下，今天就开始。工钱1天1块，中午管饭，不干的不强求。1块钱1天，你们就等着被剥削吧！我们走。一群懒汉，不干活还嫌钱少。来，今天先种苹果树，大牛教大家怎么栽苗。就住这儿，这能住人？这什么破地方，连个灶台都是他的，耀祖还在长身体，怎么住？李家真搬这儿来了，这屋子漏雨不说，上次刮大风，后墙都裂了一条缝。谁让他们把祖宅都输掉了？李治卖假药，把人喝进卫生院，赔了个精光。放贷的连房子都收走了。都怪李成，我咋就生了这个？他要是肯拉他弟弟一把，咱们能落到这步田地？他一个月挣好几千，连手指头都不肯伸一下。就是他那个药酒泡的时候，要是肯把秘方交给李治，李治至于去借钱买药材吗？他就是想看咱们家破人亡。妈有什么用？那个他娘生他养他一场，分家时候我还替他说了句话，给他留了间牛棚。现在发达了，连爹娘的死活都不管。早知道当年就让他净身出户，当初就不该只给他300块的债，就该把他棉袄也扒下来。现在倒好，他拿着李家的东西挣了钱，看咱们笑话。老二说的对，那牛棚也是李家的，他挣的钱也该有李家一份儿。这事儿没完，他不是有本事吗？我看他能得意到啥时候，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吃进去的全给我吐出来。对，没完！我就不信他能在村里横着走一辈子。还蹲着干啥？去把灶台修了，不然晚上一家子喝西北风啊！成哥，中午那顿饭不算工钱里。不算，说了管饭就是管饭。中午那顿白菜炖肉，我过年都吃不上那么好的，工钱还照发。你这老板当的也太实在了，只要肯干，我不会亏待大家。明天继续来，还是这个价。等果园挂果了，工钱翻倍。行，明天我第一个来。1块钱1天，中午还管肉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活去？王老三那帮人明天知道了准后悔。哟，干了1天活，挣了多少钱啊？1块。中午还管了一顿白菜炖肉，吃得满嘴流油，真给1块，还管肉？那可不，李成说了，只要肯干，不会亏待我们。等果园挂果了，工钱还翻倍。1块钱还管饭，咱们明天也去吧。去什么去？谁知道他明天还认不认账？李成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百草堂的周东家，省城药材行里数1数2的人物。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李成，种出金纹子枝的人。李老板，久仰。陈大掌柜把你那灵芝给我看了，我在药材行20年，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金纹子枝。周东家过奖。老周，人我给你请来了。你不是说想要一批金纹子枝配药吗？自己谈。不瞒你说，百草堂有几味中成药，缺的就是这种品相的灵芝做主药。你这灵芝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格就按陈大掌柜开的价，1株800。另外，你手里要还有人参、3七，品相跟这差不多的我也收。可以，不过品相最好的灵芝我已经答应了优先供堂，次一档的可以给百草堂。老陈，你这下手够快的。先来后到。行，次一档我也要。李老板，咱们留个地址，回头我让人送合同过去。李老板，按你说的，6间正房，坐北朝南，中间堂屋，东边2间你们2口子住，西边2间
妞妞和珍珍一人一间，厨房单独在东厢带烟囱，院子里打一扣井，西南角搭个菜窖。你看这布局行不行？行。工期多长？我带了8个工人，要是天气好，2个多月能完工。地基养护得等，急不得。工钱按天算，1天1块，中午管1顿饭。材料你列单子，我去买。李老板爽快，明天就动工。成哥，中午吃啥？白菜炖肉，白面馒头，让工人们吃饱。这肉怎么这么香？我吃过那么多猪肉，没吃过这个味道的。这馒头也跟别处的不一样，又软又甜，怎么蒸出来的？李老板，你这菜和肉是不是供销社里卖的那个成记？是，怪不得我家那口子上回去供销社抢成记的白菜没抢到，念叨了好几天，今天可算让我吃上了。李老板，我听说你们成记的菜在省城大酒楼都是招牌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聚贤楼的周大厨说了，用普通白菜炒出来的菜，客人吃了说不对，指明要成记的。成记的菜生吃都是甜的。行了行了，吃饱了赶紧干活，吃了李老板这么好的饭，干活可得卖力气。放心吧，工头，就冲这顿饭，这墙我得砌的比谁都直。李成来了，正好有个事儿跟你说。您说。你看这个，省里今年水果大面积减产，好几个罐头厂都快停工了。省城最大的那家恒丰罐头厂到处找水果货源，我跟他们厂长打过几年交道，要不要帮你牵个线？水果我倒是有，后山果园今年第1年挂果，产量不算大，但品相您知道。你的水果我放心。恒丰罐头厂的郝厂长前天还给我打电话诉苦，说今年水果收不上来，急得嘴上起大泡了。你要是有货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你直接去省城找他。郝厂长，是我，老刘。你不是说今年水果缺货吗？我给你介绍个人，成记的李成，对，就是那个成记。他的水果品相，保管你看了走不动道。行，我让他明天去找你。师傅，麻烦开一下门，我跟郝厂长约好了来谈合作的。谈合作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恒丰罐头厂，省城最大的罐头厂。每天来找郝厂长谈合作的多了去了，哪个不是坐着小汽车来的？哼，你骑个破自行车，拎个破麻袋来谈什么合作？我带了样品，师傅您看一眼就知道。不用看，我在这儿当了15年门卫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你们这些乡下人拿几个破水果就想往里混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睡觉。师傅，我把样品放这儿了。郝厂长回来，麻烦您转交一下，就说成记的李成来过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放那儿吧，赶紧走。俩破苹果还想见厂长，浪费时间。门卫，这2个苹果哪来的？哦，厂长，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臭小子拎着个破麻袋，说什么来谈合作，还要见您。人在哪儿？他一看就是个骗子，我把他打发走了。这苹果是他留下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扔。骗子？你见过骗子能拿出这种品相的苹果？这是今年全省最好的苹果。人呢？往哪儿走了？往东边走的，骑个破自行车，走了有一会儿了。快上车，追！小伙子，等等，这苹果是你的？是我的。您是？我是恒丰罐头厂的厂长，姓郝。刚才门卫不懂事儿，把你赶走了，实在对不住。你这苹果能不能让我再看看？我干罐头厂20年，见过的好水果无数。你这苹果和梨，品相、甜度、水分都是头一份。小伙子，刚才的事儿对不住，请跟我回厂里，咱们好好谈谈。李老板，你这水果品相没得说。我们厂今年被减产，弄得焦头烂额，好几个供应商都断了货。你这批水果，我愿意按市场价上浮2成收购。
每月能供多少？目前后山果园第1年挂果产量不算大，苹果每月2000斤，梨1000斤，桃子500斤，明年产量能翻倍。行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另外，我看你这苹果咬一口就知道种的用心。你那菜和猪肉怎么样？我听刘主任说你还养猪。养猪，品相不比水果差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厂的猪肉罐头生产线用的猪肉品质一直参差不齐。你要是能供上，也按上浮2成收。水果罐头和肉罐头都从你这边进货，一条龙，省事儿。郝厂长，您这怎么觉得我太爽快了？我跟老刘10几年交情，他介绍的人我信得过，再加上刚才在门口差点把你赶跑了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怎么着也得拿出点诚意来。行，现在就签。娘，米没了。听说李成盖的是6间大瓦房，带院子，还打井。中午给工人吃的白菜炖肉，管够。肉香飘了半个村。少给我提他！他盖他的大瓦房，咱们住咱们的。我看他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这房子，咱村头一份儿，你看那青砖，供销社都买不着这么好的。听说院里还打了井，不用去村口挑水了，真享福。李成从牛棚搬进这房子才多久？1年？不到1年。分家的时候，李家给了李成1间牛棚和300块外债。谁能想到有今天？爹娘，我的房间好大，窗户好亮。二哥，我这辈子没想过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这才刚开始，以后日子会更好。都别站着了，坐下吃饭。娘，咱家的饭真好吃。来，咱们干杯！干杯！娘，今天是李成乔迁请客吧？听说摆了10几桌，全村人都去了，连王老三都去了。请全村人都不请咱们，他就是故意的。 6间大瓦房，他们就住4个人，空着好几间。咱们一家5口挤在这破屋里，连张完整的床都没有。凭什么？就是，咱们去住怎么了？那房子是李家的钱盖的，就该有咱们一份儿。爹娘住儿子家天经地义，村里人再怎么向着李成，也不能说爹娘不该住儿子家吧？对，咱们是他爹娘，他要是敢把咱们赶出去，我就撞死在他门口。这次咱们不闹，好好说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让他没法拒绝。走，今天他乔迁请客，村里人都在，当着大伙的面，我看他敢不敢把爹娘赶出来。孙大爷，当初在牛棚，您第一个站出来替我说公道话。这杯酒我敬您。好，李成，你这孩子有骨气，从牛棚里爬出来，带着乡亲们一起挣钱，村里有你是福气。这么多好菜，老大，你今天乔迁，怎么也不请你爹你娘来坐坐？有事。老大，你乔迁大喜，爹来道个贺，顺便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看你这6间大瓦房，就住4个人，空着好几间。我和你娘年纪大了，住不惯那破屋，你把朝南那2间腾出来给我们住，我们不挑。对，你把西边那2间给你弟弟一家住，这么一来，一家人都住在一起，多好！大哥，我知道以前我做了不少错事，但咱们毕竟是亲兄弟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让我们搬进来吧。耀祖好歹也是你侄子。对呀对呀，耀祖还小，住破屋多可怜。李家又来了，上次要李成给还债，这次直接要住房子，脸皮真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李有田毕竟是他亲爹，儿子住大瓦房，让爹住破屋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。大伙儿都听听，我10月怀胎生了他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现在他住大瓦房，我住破屋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分家的时候你们给了我什么？分家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你现在有钱了还翻旧账？分家契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牛棚1间，外债300。从今往后，我跟李家没关系了。你们当时怕我过好了回来分家产，把话说的那么绝，现在倒想起来我是你们儿子了。各位乡亲都在，今天我把话说清楚。分家的时候，我带着媳妇儿、女儿、妹妹4个人住1间牛棚，连锅都没有，连床都没有。那时候你们谁来看过我一眼？
谁给我送过1粒米？我在牛棚里啃红薯的时候，你们在祖宅里吃香的喝辣的。这房子是我1块砖1片瓦自己挣钱盖的，跟李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你爹你娘要死在你门口了，你管不管？你们现在住破屋，是因为李治把祖宅输掉，谁输的谁负责。李治欠的债，凭什么要我来还？李有田，今天是李成乔迁大喜的日子，全村人都来贺喜。你们要是来道贺的，就坐下来喝杯酒；要是来闹事儿的，就别怪大伙儿不给你们脸。对呀，你们这么对李成，咋就有脸过来住房子？赶紧滚吧！可是，走！你做得对，该硬的时候就得硬气。你今天要是心软了，让他们住进来，以后就再也赶不走了。孙大爷，我知道，我不欠李家的，他们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他们。来来来，大伙儿继续吃，别让几个苍蝇坏了兴致。爹，他们以后还来吗？来就来，爹不怕他们。深秋了，还能种出鲜黄瓜，整个县城只有我有。这批反季菜拉到供销社去，价格翻3倍也有人抢。李老板，这玩意儿真能种出菜来？这季节地里都上冻了。能，你按我说的搭，棚子要密不透风，里面烧炭盆，保持温度。炭盆？那成本可不低，一冬天得烧多少炭？菜卖出去，成本就回来了。李成，这大冷天的，你送的什么货？这季节哪儿来的鲜黄瓜？种的。大冷天能种出黄瓜？李成，我不管你怎么种出来的，这季节全县没有第2个人能拿出鲜黄瓜。你说个价。夏天菜价的3倍。3倍？反季菜，整个县城只有我有，3倍不贵。行，3倍就3倍，有多少？黄瓜100斤，番茄100斤，豆角50斤，青椒50斤，以后每周送1次。全要了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反季菜只给供销社，别的地方不给。可以，但要加一条，供销社给我设反季菜专柜，单独标价。哈哈哈，李成，你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您真是过奖了。这季节有鲜黄瓜，真的假的？刚到的，成季的货，假不了。您看看这黄瓜，瓜刺还没掉呢，真是鲜的。我家那口子产了2月的凉拌黄瓜了，多少钱1斤？3倍价。来2斤黄瓜，2斤番茄。给我来5斤番茄，这季节能吃到鲜番茄，3倍也值。豆角呢？我闺女坐月子就想吃口豆角炖肉，跑了半个月没买到，来3斤。这是买什么的？排这么长队？今天有鲜菜，成季供的货。操，我就没有了呢，我都排一下午队了。明天还有没有啊？下一批得过几天，具体哪天我们也不清楚，大家多来问问。那我明天后天都来。干了15年，头一回被扣奖金。老钱，咋了？脸拉得跟驴似的。还不是那个姓李的，骑个破自行车来送货，害我被厂长骂得狗血淋头，扣了我2个奖金，还记大过。姓李的，成绩那个李成，就是他，一个乡巴佬，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郝厂长把他当宝贝似的。老钱，我告诉你，这小子上半年抢了我的水果生意，下半年又挤掉了药材行老刘的买卖，
省城被他搅得鸡飞狗跳，害得你扣奖金，你咽得下这口气？咽不下又能咋样？他哪天来送货，走哪条路，你给我透个信儿，剩下的事儿你不用管。后天他有一车苹果送来。你就是李成？是我，有事。我叫刘二麻子，在省城水果行混了15年，你一来就把我的饭碗砸了。今天给你指条明路，做人留一线，把罐头厂的订单让出来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上！成哥，你让开！不用。成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成绩的生意谁有本事谁来抢，光明正大的来，我奉陪。下次再堵门，就不是断一根棍子的事儿了。成哥，你刚才那几下跟当初打野猪似的，一拳一个，比野猪还好打。别贫了，卸货。李成，你看看这个盛记。对，这2天突然冒出来的，专仿你们的包装，价格比你们便宜1半，在菜市场门口摆摊卖给老百姓。最关键的是，有人买了假货吃坏肚子，正堵在供销社门口闹呢，指明要成绩赔钱。成绩的酱菜吃坏人了，我男人拉了1宿肚子，今天早上腿都软了。你们成绩卖的是毒药啊！成绩的东西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怎么吃坏人了？谁知道，说不定以前都是吹的。大姐，你说你丈夫吃了成绩的酱菜拉肚子，你看看这罐子是不是你们成绩的？今天你必须赔医药费，不赔我就坐在这儿不走。这罐不是成绩的。你胡说，这上面明明写着成绩。成绩的标签是红底金字，你这个是红底黄字。成绩的罐底有生产日期钢印，你这个没有。成绩的封口是铝箔，你这个是塑料纸。这不是成绩的东西，是有人冒充的假货。还真是一个金字一个黄字，不放在一起根本看不出来。这假货也太缺德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在菜市场门口买的，那人说是成绩的降价促销，比供销社便宜1半。那人长什么样？脸上有麻子，尖嘴猴腮的。各位乡亲，我再说一遍，成绩的货暂时没有零售，大家一定要在专门的商店里买，其他任何地方卖的成绩全是假货。买了假货吃坏肚子的，可以来找我，我带你们去找卖假货的人。对不住，是我没看清楚就冤枉你。不怪你，假货做成这样，谁都分不清。李成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！我查过了，这个仓库是你们专门造假货的，水果以次充好，药材发霉变质。上次在药材铺你收次等货，现在又糊弄老百姓，你良心被吃了！这药材都发霉了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这能不出事儿吗？好啊，原来全是你俩干的，长得人模人样，
一件人事都不干。就是你们，害得我家里人全都住卫生院了，赶紧赔医药费！他俩都是卖假货的东西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听说盛记被查封了，那假货仓库里的药材全是发霉的，谁吃谁倒霉。幸亏李成把假货揪出来了，以后买东西还得认准成记专柜，别的地方再便宜也不敢买。那可不，成记的东西虽然贵点，但吃着放心。我婆婆吃了成记的药酒，腰疼好了一大半儿。李成，你跟聚贤楼合作最早，当初你还在牛棚里种菜的时候，是我第一个上门找你的，这份情你可不能忘啊。老万，你这话说的，成记现在也是瑞福楼的股东，于情于理，猪肉也该优先供瑞福楼。你那是后来入股，我先来的，先来后到，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你每月拿1000斤，给我就500斤，够谁用？两位别吵了，聚贤楼每月1000斤，瑞福楼每月1000斤，我养猪场下个月就建好，规模扩大1倍，到时候每家再加500斤。真的？真的，赵工头说了，2个月完工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来吃菜，这红烧肉还是得趁热吃。李志，你叫我们来干啥？有屁快放！后山果园靠南边那片新栽的苹果树，你们趁半夜去把树苗拔了，树皮割一圈，这一圈下去，树就活不了。李志，那可是你亲哥的果园，你让我们去搞破坏，你给多少钱？1人10块，事成之后给钱。10块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这可是犯法的事儿，被抓了要蹲班房的。1人50，少1分不干。行，50，明天半夜动手。别动！谁让你们来的？是李志，他答应给我们1人50块。李志，这3人说是你指使的，你有什么话说？不是我。李志，你放屁！就是你给我们1人50块，你还说你哥的果园毁了，以后就没人跟你争村里的地盘了。你还说果树死光了才好，让你哥也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。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按村里的规矩，破坏承包果园，赔偿50块。50块，我没钱。村长，我们哪有钱啊？家里锅都揭不开了。我用药酒抵，我泡的药酒还在屋里，还有没用完的药材，抵50块够了。你那药酒把人喝进卫生院那个，白送都没人要。你那药材全是发霉的碎渣子，拿去沤肥都嫌脏，1分钱都不值。李志，你当别人跟你一样智障呢？你个没出息的，连坏事都干不明白，全家让你丢尽了。50块，我上哪给你弄50块去？养。好了好了，李成，你是受害人，你说怎么处理？赔偿金从李家今年秋收的麦粮钱里扣吧。另外让李志当众签个字据，以后再犯直接送县里蹲局子。今天请你来2件事，第一件，带你看看我们新建的高端药材生产线。嚯，这车间真气派。第二件，我想推荐你当省药材公司的药材种植荣誉顾问。荣誉顾问那是个啥？技术头衔。以后全省的药材种植户有问题，都得找你请教。你在后山种出来的东西，品相在全省是头一份，这顾问你当得起。周东家抬举了。这批3期端面发白，药效肯定打折扣。今年省里好几个基地都减产，能收到货就不错了。师傅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成记商行李老板，以后高端生产线的原料全部由李老板供应。另外，我已经向省药材公司推荐李老板担任药材种植荣誉顾问。荣誉顾问干啥的？光拿钱不干活？你说啥呢？
我说啥？他这么年轻，一来就当顾问，服不了众。是啊，肯定是吃干饭的。这批3期端面发白，不是加工的问题。断面发白，表面有焦痕，至少上了60度，药性被烘没了。不信你对着光看。确实是焦痕。老赵那边去年换了新设备，估计温度没控好。能一眼看出烘干温度的，我老方这辈子没遇到过几个。刚才的话我收回去，李老板，对不住。师傅客气，我只会种药，加工的学问还得跟你们多学。李老板，生产线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还有个事儿，周东家请说。省医药公司要采购一批高品质药材，配给省干部疗养院，这笔单子不小。疗养院？对，孟处长负责这次采购，他在省医药公司干了20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一般人入不了他的眼。但我跟他说了成绩的药材，他愿意当面跟你谈。这是我的推荐信，你拿着去省医药公司找孟处长。去了好好跟他谈，别急着表态，让他先看货。他这人见了好东西比谁都激动。多谢了。今天回来的早。周东家介绍了一个省城的大客户，过2天得去一趟。爹又要去省城，上回你去了好几天。这次就去1天，签了合同就回来。趁热喝了，你这阵子天天在外头跑，瘦了1圈。家里没啥事儿吧？没事儿，王翠花来过一次，我给挡回去了。她没闹？没敢。大牛上次放了话，他现在连巷口都不敢多站。爹，你给我带糖了吗？带了，省城买的，比县城的好吃。好甜，爹最好啦！孟处长，我是成记商行李成，周东家让我来找您。周东家跟我提过你，你的药材品相，他说是他这些年见过最好的。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，请坐。孟处长，我听说疗养院的药材采购今天定供应商，曹家3代做药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没人通知我？曹老板，今天约的是周东家推荐的人。周东家，他一个开药铺的，手也伸得太长了。疗养院的药材一直是省城几家老字号供的，推荐人也得看推荐的什么人。就是你，看着面生。哪家药行的？我不是药行的，我自己种药材。种地的？孟处长，让一个种地的来攻疗养院，这不合规矩吧？疗养院住的什么人，您比我清楚。药材出了岔子，谁都担不起。曹老板，你的担心多余了。周东家，你来的正好。你推荐的这个人我问过了，县里种地的，疗养院的药材什么时候轮到县里供了？货好就行，还分县里省里。陈大掌柜收他的灵芝，1株800块，眼都没眨。曹老板，你们曹家的灵芝卖过这个价吗？那就比货，谁的货好一目了然。这可是曹家祖传基地种的3七和人参，省城药材行里数1数2。不用送检了，品下差这么多，肉眼就能看出来。曹老板，你的货跟李老板的货不是一个档次。孟处长，我要求验货，送去检验。你们觉得呢？那就给曹老板个机会，让他验。可以。张秘书，把检验科的人叫来。孟处长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李老板的3七有效成分含量是标准的3倍，曹老板的是0.8倍。
李老板的人参各项指标全优，曹老板的人参有一项不达标。姓李的，你有种！省城药材行这碗饭我吃了几十年，你想抢没那么容易。李老板，疗养院的药材全部用成剂，签3年长约，每年采购金额翻1倍。多谢孟处长。成哥，3年长约，疗养院，这单子比同仁堂和百草堂加起来都大。那个曹老板脸都绿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曹家在省城3代做药材，不会就这么认输。以后在省城得小心点。怕啥？兵来将挡，你连4个壮汉都能一拳一个，还怕他一个瘦子？二哥，我今天把你所有供货合同整理了一遍，光固定合作的客户就10几家，供货量越来越大，订单积压的厉害。上个月有2笔货差点送错了。我也在想这事儿，咱们得把摊子整合起来。果园、养猪场、药材基地、暖棚、运输，各找一个管事的人。我打算成立一个商行，就叫成绩商行，把所有业务统一调度。这个主意好，我来筹备。珍珍现在账目里的比谁都清楚，商行的日常管理交给他，你就能腾出手来跑外面的业务了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宣布几件事。从今天起，后山所有产业统一归成绩商行管理。孙铁柱，后山的养殖交给你管。赵工头，后山所有基建你负责。大牛，运输队你当队长。以后每个人的工钱跟业绩挂钩，干得好，年底分红。商行日常管理由李珍珍负责调度，大家都听她的。成哥，你放心，后山的活交给我，保证不出岔子。成哥，当初你肯带我赚钱，我大牛心里感激你。我娘都说了，让我跟你好好干，以后我肯定把运输干好，绝不辜负你。别的俺不敢保证，改房子这块保证干得明明白白。大家都很好，以后大伙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商行后天挂牌，大家都来。那是现实品厂的郑厂长，俺在报纸上见过。西庄那个是省城聚贤楼的万经理，他的酒楼一天能卖上千道菜。左边是省医药公司的孟处长，旁边是陈大掌柜，还有百草堂的周东家。各位，今天成绩商行挂牌，感谢大家来捧场。从牛棚到后山果园养猪场药材基地，再到今天的商行，这份家业不是我李成一个人的，是大伙一起干出来的。以后成绩的货要卖到全省，卖到外省，只要品相不降，良心不变，成绩的牌子就倒不了。李老板，你这药材基地比我上次来又扩了不少，品相还是那么好。这品质，我们省没有一家能比。我们公司想签跨省长期合同，每月2000斤3期，1000斤当柜，价格按省医药公司的标准。当然可以。成哥，村委会那边出事了，你爹带着一家子闹到村委会去了，说要你每月给1000块养老钱，村长让你赶紧过去。1000块，走，去看看。什么事？老大，你来的正好，当着村长和乡亲们的面，把话说清楚。我跟你娘住在破屋里，今天把养老钱定下来，每月1000块。1000块，疯了吧？城里工人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李家这胃口是越来越大了。1000块，你怎么算出来的？怎么算不出来？你一个月挣好几千，给爹娘1000块养老，天经地义。再说那牛棚也是李家的，你挣的钱就该给爹娘。你用发霉的药材泡假酒，把人喝进卫生院。祖宅都赔出去了，
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说话？李成，你弟弟再怎么不是，也是你亲弟弟，你不管他，谁管他？1000块养老钱，1分不能少。李有田，我问你，分家的时候你们给了李成什么？1间牛棚，300块外债，牛和骡子都牵走了，锅都没留一口。李成一家4口在牛棚里啃红薯的时候，你给他送过1粒米没有？现在他有本事了，你开口就要1000块，还要不要脸？我不管分家的事儿，我是他爹，儿子养爹天经地义。养老钱可以给，但不是1000块。各位乡亲都在，今天我把话说清楚。李有田和王翠花是我的爹娘，我有赡养的义务，我每个月给他们10块钱养老费，这10块钱够他们2个人吃饭。10块钱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10块钱购买30斤粮食，够你们2个人吃1个月。你弟弟怎么办？李治有手有脚，凭什么要我养？我不欠他的。这话在理。李治有手有脚的不干活，凭啥让哥养？10块钱够多了，城里退休工人也就这个数。李家人真不要脸，李治惹的祸让李成擦屁股，还想每月拿1000块，做梦呢！10块钱够干什么的？李治腿瘸了，干不了活也得吃也得喝，还有药组。李治的腿是他自找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定下来，李成每月给李有田夫妇10块钱养老钱，李治不在其列，散了。成哥，6台车，全县都没有哪个商行有这么多车。去年咱们还是推板车赶集的，现在都有车队了。各位师傅，今天是城际车队第1次出车，往后咱们的货要送到全省各个县城，送到省城，送到外省。车是新的，路是远的，一路平安。大牛，今天这趟跑省城，带小刘他们把路线跑熟，以后南边几个县的货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吧，成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出发！咱们村就李成这小子最有出息。是啊，我家那口子跟着李成干，1个月赚不少呢。爹，电视里那个黄头发的阿姨说的啥？随着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开放，我省农产品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。据悉，今年全省咖啡豆出口额较去年增长3倍。咖啡豆，这东西在国外这么抢手。二哥，怎么了？咖啡豆，咱们能不能也种咖啡豆？咖啡，李老板，你这脑袋瓜又想什么新花样了？周东家，我昨天晚上看电视，说国外咖啡豆需求量大，国内种的人少。我在想，这东西能不能种出来？咖啡这东西，原产地在非洲，国内只有云南那边有少量种植，咱们这边没人种过，种苗也不好弄。您在药材行路子广，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？你这个人，从认识你到现在，你要种的东西就没一样种不成的。行，我帮你问问。我有个老客户在云南做药材生意，他那边应该有路子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老赵，是我周东家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那边能不能弄到咖啡树苗？
对，就是老外喝的那个咖啡。行，你帮我问问，回头给我回电话，等消息吧。老赵在云南人脉广，应该能弄到。李老板，这位是老赵，专程从云南赶过来的。李老板，你确定要在你们这边种咖啡？这东西挑气候，云南那边海拔高，温差大，才种得活。您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这批苗怎么卖？周东家的朋友不赚钱，50棵苗，成本价500块。多谢赵老板。大牛，卸货。这才多久？1小时不到，连果都结出来了。成哥，这就是咖啡豆，怎么吃？要晒干、脱壳、烘焙，工序多着呢。这玩意儿真有人花大价钱买？有没有人买，试试才知道。咱们想把生意做大，必须做外贸。这就是咖啡豆，我在省城见过，但这个怎么这么香？您闻闻，我炒了第1锅，拿过来让您品品。还真香，比我在省城闻到的那股子味儿还厚实。你这是自己种的？自己种的，头1批收了200斤。刘主任，这咖啡豆在咱们供销社能不能卖？李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咖啡这东西不是没人喝，是有价无市。咱们县城没人喝这玩意儿，省城有，但供销社没做过这个品类，我这全县也批不了零售。那您知道哪儿能卖吗？百货大楼，省城百货大楼有专门的外贸展销柜台，那儿能卖。正好我要去百货大楼开供货会，你带着你的咖啡豆跟我一起去，我帮你引荐那边的负责人。那就有劳刘主任了。现在国家有外贸生意，4楼专门开放了外贸展销。今天正好有几个外商在谈采购，省里的领导也在。张经理，好久不见。老刘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美国来的史密斯先生，专门采购农产品的。这位是？这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李成，成记商行的。他种了一批咖啡豆，想看看能不能在你这边卖。这个味道，这是谁带来的咖啡豆？让我看看。请看。上帝，这是阿拉比卡豆，但这个油光度我从来没在别的地方见过。这个豆子是谁种的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这种品相的咖啡豆，我手里有200斤，以后每个月都能稳定供应。签合同，马上签合同，价格好商量。来，到会议室谈。李先生，我在咖啡行业干了20年，没见过油光度这么高的阿拉比卡豆。你的种植基地在什么地方？这是用传统老方法种的，土壤条件独特。难怪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这批豆子我全要了，价格按国际市价上浮3成。以后每月供货量能不能稳定在500斤？老刘，国际市场价上浮3成，这价格咱们百货大楼出口的茶叶都没拿到过。能，每月500斤，品质只高不低。爽快！张经理，借用你们的合同模板，今天就签。李先生，期待长期合作。合作愉快。李老板，你这咖啡豆一出手就把外商拿下了，咱们百货大楼也跟着沾光。以后有货只管送过来，我给你最好的位置。哟，这不是老刘吗？什么风把你吹到外贸厅来了？
你们供销社那点土特产也敢往这儿摆？这是赵金来，省城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商，百货大楼外贸专柜有一半的货源都是他供的，这人不好惹。赵老板，今天过来开供货会，刚才听说有人跟外商签了咖啡豆的单子，就他，哪来的乡下人？种地的也敢往外贸展销厅跑？你知道咖啡豆是什么东西吗？老外喝的东西，一个土包子能种出来？赵老板，这位是成记商行的李成，他的咖啡豆品质确实好，史密斯先生亲自验的货。史密斯，就是那个美国采购商。张经理，史密斯这条线我跟了3个月了，眼看到嘴的鸭子，让一个泥腿子截了胡。小子，你懂不懂规矩？省城的外贸渠道是我赵某人经营了10几年的地盘，你一个外来户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往里挤？外贸渠道不是谁家的自留地，谁的东西好，国外商人就买谁的。年轻人，口气不小，你知道得罪我赵某人的下场吗？省城外贸厅，你打听打听，我一句话，你的货连百货大楼的门都进不了。赵老板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李成是百货大楼正经签的供货商，合同都签了。哼，老刘，你一个供销社的手也别伸得太长了，供销社那摊子事儿还不够你忙的。小子，给你指条明路，把咖啡豆的单子让出来。我跟史密斯那边的合作谈了3个月了，你一来就截胡，太不地道。你把单子转给我，我给你一笔介绍费，咱们2清。我要是不让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省城这地界，你一个外来的，想站稳脚跟，没那么容易。李老板，赵金来这人路子野，你得小心点。他在省城做了10几年农产品，跟好几家供货商都是拜把子的交情。不光如此，他手底下养着一帮人，专门在车站码头盯着外来货。上次有个南边来的茶叶商跟他抢生意，货在车站被人泼了泔水，一车茶叶全毁了。报了案也查不出是谁干的。多谢提醒，我自己小心就是。就是那2辆车，老板说了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别弄出人命就行。走路不长眼啊！你说谁不长眼？你撞了我还骂人！三牛哥，袋子被人划了！大牛哥，你没事吧？肯定是有人指使的。成哥，是我没看好货，被划破3袋，散了一地，少说损失了好几10块。人没事就好。看清是谁了吗？2个生面孔，从来没见过。但我觉得不对劲儿，他们就是冲着咱们来的，一句话不说，上来就动手。还用猜吗？肯定是赵金来的人。白天你们在百货大楼刚跟他结了梁子，下午货就被动了手脚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咱没证据。那怎么办？就让他们白欺负了。货的事儿，以后每趟车多加1个人押车，司机不下车，货不离人。大牛，这几天你辛苦点儿，带着弟兄们把货看好。过2天我亲自押车跑一趟省城，倒要看看他赵金来还能耍什么花样。放心吧，成哥。老钱、老孙，今天叫你们来是商量个事儿。成记商行李成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听说了，就是那个拿咖啡豆把史密斯抢走的。这小子最近风头很盛。赵老板，这个李成来势汹汹啊，而且他手里不只有咖啡豆，还有药材、水果、猪肉。要是让他站稳了脚跟，咱们的生意都得完蛋。所以我叫你们来。这小子上周抢了我的咖啡豆单子，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？那赵老板的意思是，他不是想进省城吗？让他进。老孙，
茶叶和药材是你在供，这小子的药材品相我打听过，确实好。要是让他进了百货大楼，你们的生意可就保不住了。那怎么行？我的茶叶给百货大楼供5年了，所以，咱们3家的货一起降价，压到成本线以下。那不是亏本卖吗？亏就亏，他一个外来户拖上3个月肯定垮，到时候他自己就得卷铺盖滚蛋。可是降价3个月，咱们也扛不住啊。扛不住也得扛。老钱，你欠我的那笔货款还有半年到期，你要是现在不跟我站在一起，明天我就让人去收账。赵老板，我跟你干，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老孙，你呢？行，我跟赵老板共进退。好，从明天起，咱们3家的货全面降价。我要让李成的货1斤都卖不出去。成哥，怎么百货大楼突然降价了？这价格比咱们的成本还低呀！今天百货大楼的咖啡豆真便宜，比平时便宜了3成。是啊，听说是赵记贸易清仓大甩卖，那个成记的咖啡豆是好，但贵呀。张经理，怎么突然降价了？不是我降的，赵金来联合了前记干货、孙记茶叶3家一起降价，人家主动让利，百货大楼也不能拦着。我知道了，张经理，我的货暂时不在百货大楼卖了。你要撤柜？不是撤柜，是换地方卖。百货大楼的专柜先保留着，货暂时不下架。成哥，不在百货大楼卖，咱们去哪儿卖？他打他的价格战，我走我的路。省城卖不动，我去找能卖得动的人。二哥，百货大楼这2天1件货都没卖出去，赵金来降价降得太狠了。赵金来打价格战，只能在省城这一块。咱们的货质量好，识货的人不会贪便宜买次货。成哥，史密斯先生回话了，他说上次那批咖啡豆非常好，要追加订单，这次要1000斤。1000斤？对，他还说有几个欧洲的客户也想要样品，问咱们能不能多供一些。赵金来想在省城困住我，但省城只是一个小水塘，外省市场、国际市场才是大江大海。通知车队，明天开始跑外省，先跑附近的几个省城，把样品送出去。哥，你这是要绕开省城，直接往外走？对，他打他的，我走我的，省城的市场份额让给他，全省的市场、全国的市场、全世界的市场，他赵金来占得了多少？好，成哥，我这就去安排车。百货大楼那边怎么样了？老板，成记的柜台这2天1个顾客都没有，咱们的货降价以后卖得特别好，老钱和老孙那边的货也跟着走量。那小子怎么样？撑不住了吧？听说他把百货大楼的专柜都撤了。撤了？看来是认输了。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省城这1亩3分地是那么好闯的？老板说的是，成记这次吃了鳖，以后肯定不敢在省城冒头了。哼，一个泥腿子跟我斗，再练20年吧。头车跑粤北湖州药材20袋，2车跑华南浙州咖啡豆30袋，3车跑中原河外干菜杂货各10箱。各位师傅，这次跑的都是生路，到了地方先找当地供销社，样品送过去，让他们验货，货好不好，让人家看了再说。明白。成哥，还有一趟跑河西的，那边没去过，路不熟。河西我亲自跑。大牛，你在家盯着省城的动静，赵金来降价降到成本线以下，撑不了多久。你放心，家里有我。赵老板，咱们降价降了快1个月了，再这么亏本，我连进货的钱都没有了。我也是，
茶叶这东西有季节性的，去年的库存甩完了，今年的新茶还没上市，我拿什么补货？撑不住也得撑。李成那小子还没倒，你们急什么？可是他不在省城卖了，他把车队全派出去了，往外面发货。听说已经签了2个供销社，卖了2000斤干货。赵老板，你看看吧，这是前天的报纸，成绩的药材在南方供销社设了专柜，开业第1天就卖断货了。这小子不跟我打省城，跑到外省去铺货了。老板，不好了！史密斯先生那边传来消息，欧洲3个国家的采购商都通过他联系了成绩，要直接进口咖啡豆。听说订单量加起来2000斤。2000斤！赵老板，咱们在省城降价打了1个月，人家根本不跟咱们玩，他跑到外省去卖，咱们管不着。现在连外商都直接找他买货了。赵老板，这个价格战我不打了，再打下去，我连店都得赔进去。你敢？孙老板，你别忘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欠你的货款下个月还，利息照算，但价格战我不奉赔了。赵老板，我也撤了，再不撤，老婆孩子都得跟着我喝西北风。李成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二哥，上个月外省一共签了8家新客户，咖啡豆出口3000斤，药材2万斤，干菜杂货15000斤。成哥，赵金来那老小子在省城降价了快2个月了，现在钱季和孙季都撤了，就剩他一个人硬撑。成哥，省城百货大楼的张经理打了3个电话过来，说赵金来的货在柜台上堆着卖不出去，问咱们能不能恢复供货。省城的柜台不急，咱先把外省稳住。上次送过去的样品，客户反馈怎么样？好得很。粤北的王主任说，成绩的药材摆上去不到3天就卖完了，催着咱们赶紧送第2批。那就再加2000斤。喂，成绩商行？什么？孟处长？省医药公司孟处长。孟处长，疗养院追加订单要翻1倍。行，没问题，下周送到。什么？全国的药材展销会，京城？好，我一定去。多谢孟处长。成哥，什么京城展销会？省医药公司推荐成绩参加下个月的全国药材展销。孟处长说，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和外商都会去。哥，这是大机会啊！是，外省市场才刚开始铺货，这次展销会要是打响了，成绩的牌子就能卖到全国去。通知车队，下周加派人手，直接北上京城。京城比省城冷，厚棉袄给你带上了，路上别省着，住店要住正经旅社。知道了，你跟妞妞在家里好好的。爹，你去京城给妞妞带糖。行，爹给你带京城的糖，比省城的还好吃。成哥，东西都装好了，药材样品、咖啡豆样品各带了3箱。珍珍，在家看着商行，有事儿你们商量着办。你放心去，家里有我。李老板，这位是王老板，这位就是成绩商行李成，我们省里药材品质最好的供应商。李老板久仰，
孟处长上次带的样品我看了，确实是全国顶尖水平。您过奖。这品相今年展销会金奖跑不了了。这人参怎么这么大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不会是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吧？什么品种能长成这样？这个是阿拉比卡咖啡豆。中国的土壤能种出这种品质的阿拉比卡？是我自己种的。先生，您是？我是法国贸易公司的亚洲区代表，你可以叫我皮埃尔。李成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你的咖啡豆评分达到了90分以上。90分？我在咖啡行业做了10年，80分的都很少。李先生，我们公司要跟你签合同，独家采购，价格再高2成。成哥，今天一天收了47张名片。法国的独家代理暂时不能签。史密斯先生那边也做了那么久，不能因为价格高就把老客户踢开。成哥，那咱怎么办？欧洲市场以后可以分区域代理，法国的给皮埃尔，英国和德国的留给史密斯。那咱们的货够不够啊？法国人要2000斤，史密斯那边也要2000斤，还有国内的。够，后山再扩1倍，回去就安排。从牛棚里啃红薯到京城展销会，爷爷，您看到了吗？金奖，法国采购商，凭什么？我赵金来在省城经营了18年，凭什么他一个泥腿子1年就超过了我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你最好有事儿。老板，咱们资金链断了，现在要债的已经到门口了。警告他，赶紧给我跑出来！欠钱不还，老子拆了你的店！不行，被追债的抓到就完蛋了。从后门走。爹，可算回来了，这一趟走了快半个月。京城的展销会拿了金奖，法国的采购商签了合同，以后咱们的咖啡豆要卖到欧洲去了。二哥，这几天省城那边有个好消息，赵金来的贸易行垮了，资金链断了。债主把他店都砸了，人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成哥，你是没看见百货大楼把赵记的柜台全撤了，现在整个4楼外贸厅就剩咱们成记一家。不提他，赵金来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。珍珍，现在商行账上有多少钱？上周刚结了省医药公司和史密斯的货款，加上法国的预付款，差不多10万块。10万块，这么多！我打算在省城买个房子。是该买了。二哥，你现在每个月有1半时间在省城，住旅社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妞妞也大了，省城的学校比村里好。省城的房子得多少钱？我打听过了，省城东区有片新盖的楼房，一套3室的大概3万块。3万？
这都够盖一个村的大瓦房了。村里的房子是根儿，咱想往前走，就得在省城有房。慧兰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行就行，我跟妞妞跟着你，住哪儿都行。爹，这房子好亮，窗户好大，我的房间呢？朝南那间是你的，西边有衣帽间的给珍珍住。能看到楼下的大马路，还有汽车。二哥，咱们从牛棚搬进村里的瓦房，又从瓦房搬到省城的楼房。我还记得分家那天，你在牛棚里说，迟早有一天让咱们住上大瓦房。大瓦房住上了，楼房也住上了，以后还会更好。成哥，东西都搬完了，楼下车里还有2袋米和1桶油，我给你扛上来。大牛，辛苦了，晚上留下来吃饭，让你嫂子做几个菜。成哥，我就不吃了，家里盖新房，我得去看着点儿。行，有需要就跟哥说。求求您给点钱吧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就这些，有手有脚的干点啥不好，非得要饭。哎呦，谢谢您，这不是赵金来吗？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大牛，走吧。成哥，百货大楼那边回话了，皮埃尔先生想跟咱们合作，进口鲜花，主要是玫瑰和百合，问咱能不能种。二哥，咖啡豆刚稳，又要种鲜花，咱们忙得过来吗？忙得过来，后山还有空地，能再扩一片花田。而且鲜花跟药材不一样，周期短，见效快。成哥，你真要种花？那玩意儿能卖几个钱？国内可能卖不了多少，但欧洲人愿意花大价钱买鲜花。一束玫瑰在国外能卖好几块，比猪肉还贵。我靠，比猪肉还贵！那咱种，使劲种！大牛，你去种子站问有没有鲜花种子。珍珍，帮我查一下省城有没有花店或者花卉市场，我想去考察一下。黑土种粮食蔬菜，红土种药材，咖啡豆和鲜花种中间，林田的空间还能再扩大。不管种什么，这林田都能让它们100倍生长。爷爷留下的这东西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买花，送媳妇儿还是送对象？老板娘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省城的鲜花都是从哪儿进的货？咱这儿的鲜花全是从南方空运过来的。咱本地就没有吗？咋可能啊！咱们省气候不合适，根本种不了花。南方的花到咱这边还得加运费，成本高得很。你要是能搞到便宜花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成哥，咱后山那批玫瑰花开了多少朵？我昨天去看了一眼，一株上至少开了20朵。如果品相好，价格按南方进价的1半，你要不要？1半？那当然要。你什么时候有货？下周第一批先送200朵。这百合怎么这么大？一朵顶南方来的1朵半。这玫瑰的颜色怎么这么正？而且花瓣没有一片蔫的。你是从哪儿进的？自己种的，就在省城附近，不用空运，现摘就送。自己种的？咱们省什么时候能种出这种品相的玫瑰了？李先生，这百合的香气浓度比我在法国见过的高了至少3成。这批花如果送到欧洲，价格能翻5倍。翻5倍？这老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这人好像是李成，成记的咖啡豆都卖到欧洲了，花肯定也能。李先生，我要跟你签独家代理，法国的鲜花市场全部由成记供应。独家代理不行，史密斯先生那边也要鲜花，法国的给你，英国和德国的留给史密斯。那就说定了，合同我让秘书明天送过来。
李老板，上个月你拿了全国药材展销会金奖，这个月又开了鲜花专柜。这个月百货大楼的销售额1/3是你们成绩贡献的。李成，省里要评选今年的优秀企业家，我和老张联名推荐了你，要是选上了，你就是全省最年轻的优秀企业家。多谢二位抬举，我只想把品质做好，那些虚荣都是次要的。李志，你欠的账什么时候还？利滚利到今天连本带利已经500块了。我没钱，但是我有办法。我哥有钱，我哥是成绩商行李成，你们去找他要，他是我亲哥。成绩商行李成，对，就是他。你去成绩商行门口要账，就说他弟弟欠的钱，他为了脸面肯定会还的。走，去成绩商行，要是他不还，回来打断你2条腿。你是李成，你弟弟李志在我们赌场欠了500块，他说你替他还，今天拿不到钱，我们就去县里告。李志欠的钱跟我没关系，谁欠的找谁还。他说你是他亲哥，我是他亲哥。分家的时候，我分了一间牛棚和300块外债，他一间祖宅10亩田，他现在欠了赌债，凭什么要我还？就是分家分的那么绝，现在欠了钱，倒想起人家是他亲哥了。李志欠债不就是自己作的吗？还有脸让哥还赌债？你真不管？不管，他欠的债他自己还。你们要是想讨债，去破屋找他。走，回去找李志。今天他不还钱，就把他2条腿都打断。李志，你哥不肯替你还钱，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打断你的腿。你们别过来！我家老大有钱，他1个月挣好几千，你们去找他要，他敢不给我就死在他门口！早过了，你儿子说了，分家的时候分得清清楚楚，各过各的。李志欠的债，他1分不还。你再说一遍，他不还，他敢不还？你自己去问他。反正今天李志不还钱，我们就带他走，没钱还就干活抵债，什么时候还清，什么时候放人。娘，救我！娘！老大，娘求你了，李志欠了赌债，要债的把他腿都快打断了，我们实在没地方去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让我住在你家吧，我给你干活，我腿瘸了也能干轻活啊。李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不看我们的面子，看耀祖的面子，他好歹是你侄子。小伙子，这是你爹娘，你住这么好的楼房，让他们跪在门口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大娘，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跪在这里吗？分家的时候，我分了一间牛棚，300块外债，连牛和骡子都牵走，连锅都没给我留一口。我在牛棚里啃红薯的时候，他们住在祖宅里。后来李志把祖宅输掉了，又卖假药酒害人，把破屋也赔进去了。这些年他们闹了多少次，要钱要房子要养老钱，每一次都是当着全村人的面。养老钱我给，每月10块，1分不少，但李志欠的赌债凭什么要我还？他想住我的房子，凭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多嘴了，你们跪着吧。养老钱每月10块照给，多的1分没有。房子不让住，你们请回。二哥，今年的优秀企业家评选，省里把成绩作为重点推荐对象。孟处长说，评选结果这周就公布。喂，孟处长，评选结果出来了，全省优秀企业家。好，多谢孟处长，颁奖典礼我一定去。二哥，评上了。评上了，周5颁奖。爹，你当上优秀企业家啦！成绩商行李成当选全省优秀企业家。那是我爹，我爹在台上。感谢各位领导，各位朋友，
成绩商行走到今天，不是我李成一个人的功劳。感谢我的妻子，感谢我的妹妹，他们陪着我从牛棚走到现在。感谢我的兄弟大牛，当年我穷的连饭都吃不上，他拎着一兜杂粮大饼来找我。感谢跟着我干的每一个乡亲，这份荣誉是大家的。爹，把奖状给我看看。全省优秀业家。爹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字念企，企业家。爹，你真厉害！我长大了也要当优秀企业家。不用当优秀企业家，你想当什么就当什么，爹供你。回家裱起来，挂堂屋墙上，跟妞妞的奖状挂一起。二哥，大牛他们在酒楼定好了位置，说要给你庆功，咱们过去吧。走，今天高兴，都去。娘，我作业写完了，爹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，你爹说今天去后山看看新开的花田，应该快回来了。爹，你回来啦！花田那边怎么样了？都弄好了，下周就能出第一批货。二哥，今天的账对完了，这个月鲜花订单翻了1倍，咖啡豆出口额又涨了，咱们的货从后山一直卖到欧洲去了。爹，老师说咱们家的成绩商行是全省最大的农产品商行，是真的吗？是不是最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货好，良心不变。都饿了吧？我去煮面。今天你们爷俩回来的晚，菜都凉了，重新炒也来不及。下点面条，一人加1个荷包蛋。嫂子，我来帮你。爹，陪我下棋呗，娘和姑姑煮面还要一会儿呢。别下了，趁热吃。娘煮的面最好吃啦。慧兰，你还记得咱们刚搬进牛棚那天晚上吗？记得，你掏出3个红薯，说先吃点东西垫垫。那时候我跟你说，迟早有一天让你和妞妞、珍珍住上大瓦房，顿顿吃白面馒头。现在咱们住的是省城的楼房，吃的是面条，比白面馒头好多了。当年爷爷把牛棚分给我，不是羞辱我，是给我留了一条路。现在这条路走出来了，以后还会走得更远。但不管走多远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够了。爹，明天是星期天，你带我去后山看花田好不好？我同学说咱们家的花田是全省最大的，我还没去看过呢。行，明天带你去看，不光看花田，还看果园、咖啡树林、药材基地，都是咱们家的。太好了，娘和姑姑也一起去。好，一起去。爹娘，姑姑，快来看烟花。